大家好，我是大兵。虽然美国已经就俄乌停火事宜展开了一系列穿梭谈判，但荷兰国防部部长鲁本·布雷克曼却在近期的安全会议上尖锐地指出，俄罗斯其实已经准备在俄乌停火协议达成后的1年之后再次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欧洲到时候只能提前1周确认大规模集结的俄军究竟是在进行某场普通演习，还是真的准备发起军事行动。那么荷兰的这份情报究竟可靠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在前不久举办的巴黎安全会议上，荷兰国防部部长布雷克曼援引了荷兰情报部门的报告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在俄乌停战1年后再次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欧盟国防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利乌斯在先前也发布过类似的警告，他曾援引丹麦和德国的情报称，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30年前再度采取军事行动，测试北约第5条共同防御条款，也就是北约一国受攻击及全体成员国受袭。丹麦国防情报局专门指出，即使俄乌战争成功实现停火，也不代表局势走向缓和。因为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投放的大量战争资源并不会随之消失，一旦俄乌实现停火，俄军反而能从战争中突然释放大量军事资源，从而反过来增强其对北约的威慑能力。而根据丹麦国防情报局的评估，俄罗斯将会在未来2年内再打一场地区战争。战争的发生地与荷兰国防部部长的估计一样，都是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边境地区，只是双方的时间预计不太一样。荷兰认为俄军只需要1年时间就能完成第2次战争的准备，丹麦则认为俄罗斯需要2年。荷兰方面已经为这种潜在威胁做了准备，荷兰不仅在立陶宛有驻军，也在爱沙尼亚驻扎了 F-35机队。如果俄罗斯真的今后打算在波罗的海国家开打另一场地区战争，那么北约其他国家在波罗的海3国的兵力部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场战斗更接近于一次测试。既然是测试，我们就可以大胆假设一下，俄罗斯究竟要通过波罗的海的冲突测出什么？首先，俄军肯定是要试探北约的动武红线究竟是画到了哪一步。是俄军部队一进入波罗的海国家，北约就启动集体防御机制，还是要等到俄军表现出实际的占领意图，控制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城镇后，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才会正式与俄军交火？俄罗斯方面可能是想求证北约在遭遇波罗的海紧急事态之后，是否也会率先采取军事施压的方式来迫使俄罗斯与北约方面谈判，而不是俄军一进入北约国家边界就激发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只要能够找到北约红线的具体位置，就能给俄罗斯今后的战略布局找到更为清晰的路径。当然，在讨论俄军1年后到底会不会再度挑起战事之前，还是要根据俄乌战争停火谈判的实际进展，以及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实际态势来判断下一步的走向。我们来看一下一组地区局势。首先呢，是一艘俄罗斯冷藏货船在韩国甘川港附近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据俄罗斯驻韩国大使馆称，火灾事故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这艘货船长达135公尺，名为钻石亚洲号。虽然有言论怀疑俄货船可能是遭到了人为蓄意破坏，但初步调查显示，货船起火应当是发动机故障。釜山海事警察的巡逻艇最先发现火情，船只起火后发生爆炸事故，船身因为爆炸也受到了严重破坏，但目前尚未报告燃油泄露情况。韩国当局正在评估船只爆炸事故是否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俄罗斯方面并未做太多反应，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国内军事和俄乌战场上。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北部城市摩尔曼斯克之际，俄海军的 885M 型亚森 M 级核潜艇比尔姆号也完成了一项重大改装，其即将成为首艘可以发射 3M22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潜艇。比尔姆号是一艘亚森 M 级核潜艇，由北方造船厂负责建造，是本系列潜艇的第6艇。而与之前的同级潜艇不同，比尔姆号的导弹发射装置有所调整，换装了8模块的 3S14 微型
垂直通用发射系统，最多可以容纳32个导弹发射容器，以支持锆石导弹的升空。该型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可达9马赫以上，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打击陆地与海上目标，将增强俄海军的潜艇火力。不过，这种核潜艇升级主要还是一种武力威慑。真正要影响到俄乌前线的局势，还是要看一些常规武器，比如新型的铠甲防空导弹系统。据俄罗斯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俄军已经正式在俄乌前线部署了全新的铠甲 SMSV 防空系统。与之前常常为人们所见的轮式铠甲系统不同，这次的改进型铠甲变更为了履带式，底盘更换为了 GM352M1E 型履带车，能够提升整个防空系统的越野能力。不仅如此，新型铠甲还配备了 ERS-2 3型跟踪制导雷达，该雷达配备有相控阵天线，优化了对于大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也能捕捉到 GMLRS 射弹等小型空中目标。不仅如此，新型铠甲系统还加装了新款导弹，也就是带有2级火箭结构的 57E6M。该型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5.5 马赫，据说最远能拦截35公里远的空中目标。也正是得益于2级火箭的设计结构，导弹在升空阶段能够获得更大的助推功率，导弹自身的气动特性也得到了改善。至于其他方面的升级点，主要就是 19YA6 小型防空弹。该型导弹呢，专门用于摧毁无人机，最大射程7公里。因此，从综合角度看，新型铠甲系统是俄军在俄乌战场的又一次防空力量增强。也正是因为各国的防空力量不断升级，常规战机在现代战场的生存空间也受到了进一步的挤压。所以有越来越多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开始谋求隐形战机的采购事项，但过程也并不是完全顺利。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局长石中根近期就在印尼雅加达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国防部副部长唐尼·艾尔马万·陶凡拓，讨论已经陷入停滞的 KF-21 战机项目，试图解决两国在资金和技术共享方面的矛盾。例如2002年就有印尼技术人员未经韩国同意私自提取战机的敏感数据，韩国当局针对此事件进行了持续调查，有5名印尼技术人员一度被禁止离开韩国。这些矛盾纠纷也将直接影响 KF-21 的2006年生产计划，会导致印尼无法根据原有协议接收48架印尼专用版的 IFX 战机。所以说，在军购事宜上，能够实现武器自产自销，还是可以避免一定的交涉纠纷的。我们下面就结合波兰的例子，来看看武器自产自销的案例。波兰国防部近期正式签署了一项价值约17亿美元的步兵战车采购协议，要从波兰的国营军工企业 PGZ 采购111辆冠式履带步兵战车，可以替代波兰陆军此前装备的苏联时代的 BWP-1 型战车。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卡梅什对此表示，欢式装甲车目前具备2大竞争优势，那就是安全和性价比。欢式装甲车呢是波兰自产，并且采购花费的资金也会重新返回波兰国防公司的账户，这就意味着相关生产与交付工作不会受到任何国际局势的影响。即使只看装甲车性能本身，性价比也足够高。该型装甲车总共28吨，车组成员建制为3人，还可以额外搭载6名士兵，最大公路行驶速度可达65公里每小时，进入涉水状态之后也能以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移动。在火力配置方面，欢式战车顶部可以配备一挺 ZSSW-30 型遥控炮塔，或者是 MK44S 型大毒蛇2链式自动炮，其他位置可以装配2枚长钉反坦克导弹。这是一种支持发射后不管的精确导弹。根据波兰方面的规划，波兰对欢式战车的总采购规模非常大，预计将采购1400辆欢式与配套战车。这对于波兰这种中等领土规模的国家来说，算是非常多的数量了。在无人机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下提升装备上百辆装甲车还是需要定力的。事实上，别说无人机，现在的常规军用侦察机也能轻松搜索出各款地面载具的身影。
例如，美国陆军近日就正式确定了高精度探测与利用系统侦察飞机项目，并将其命名为 ME-11B。这种新型的陆军侦察飞机的本质其实是一架经过改装的庞巴迪格洛巴6500公务飞机。该型飞机呢将会先整合先进的侦察套件，包括 AS/ARS-2B 型先进合成孔径雷达系统，并且有可能在未来加装发射无人机的拓展功能。这项交易在去年8月，当时美国陆军授予了内华达山脉公司一份价值约10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对商用飞机进行改装，来扩充美国陆军的侦察机阵容。庞巴迪公司因此在2024年11月正式向内华达山脉公司提供了第一架格洛巴6500机型，以供改装。而陆军的这一举动呢，从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是对美国空军的配合，因为美军侦察机序列中其实已经有一种了以格洛巴6500为基础改装而来的飞机，那就是空军的 E-11A。而陆军方面则希望在空军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将 U2 侦察机上原先搭载的 AS/ARS-2B 雷达扩用到其他侦察机上。该雷达能够直接生成战区的高精度地面地图，并发现可跟踪地面上活动的载具。至于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军事热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